做这种曲线异形格栅，是不是也是这样？放样出来的线条不均匀，达不到设计要求。如何让这种曲线格栅平滑均分？掌握这些技巧很关键。大家好，我是讨厌世界的 Mars。最近呢，好多同学私信问，为什么我放样出来的线条不均匀，达不到一些设计的一些要求？如何把这种曲线异形山格放样出来的线条能达到这种很均匀的一些效果？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些操作。OK， 我把这些全删掉啊，先随便创建一个平面吧啊，大家创建一个群组。可能很多同学在画这种曲线的时候，会习惯性的会用这个贝兹曲线，然后找这些点来进行去绘制它。贝兹曲线的话，其实是需要大家去掌握它，然后才能够画得出来一些很漂亮的线条啊。当然，掌握它的话，可能就需要一点点时间。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操作当中，大家每个人都能很容易掌握、很容易上手的一种技巧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而我画线条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会用直线的方式来绘制我们大体的一些造型。然后我们画好这个直线以后呢，我们给它进行去做一个叫贝兹曲线里面的一个被动技能，叫贝兹转换。我们把它细分样条曲线啊。然后这种转换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个，包括这个贝兹曲线里面也有一些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叫做均匀闭样条曲线，其实也可以，但是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控制啊。这种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控制，它是通过这种内切的方式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来进行去生成的。当然也要看大家的一些需求了。我常用的一种方式的话，就是通过细分的方式啊，这种细分的方式，这种线条的走向感会比较舒服一点啊。这种的话是根据大家的模型要求来的，好吧？模型的要求来的。那我这边的时候呢，差不多调一个10S 就差不多吧，然后或者说12S。就够了。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小写的 S 给输上去，好吧 ？OK， 输上去了以后呢，那我们再对它进行去做一下转换。我们是可以再对它进行去做一下固定段数的调整，把这个段数的话给它稍微去做一下调整，比如说调整80。有很多同学可能会做的一个操作的话，是把整个线条的话，比如说复制2层以后，两边同时调节啊。其实两边同时调节是什么时候去调整呢？其实是我们在分开建模的时候去做两边同时调整。但如果说做的是一个整体的模型的话，其实是把整个线条预制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开始去做啊。所以我这边的时候呢，就直接给它调整成了一个80个分段数啊，80个分段数啊。这样的话就是80个分段数以后，它的线条的点数就会比较平均。大家可以看这个线条，这个点其实是很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线条上。所以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这种什么时候对它进行去做细分，这一点很重要，好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开始用顶点编辑器，然后稍微去调节一些。这块就是顶点编辑调节，就加速下了。因为我们在用这个顶点编辑调节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是在上下的，上下的时候一定会改变线条之间的这个长度，也就是说原来的时候假设这段的长度是10啊，现在的话一拉伸完了以后可能就变成11或者12了，但是这个的话是不影响垂直的放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去担心。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再去做修改段数的话，后续的时候上下的对应点可能就没有那么准确了。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前面的时候就一定给大家强调是先预制好了线段，先给它分好了段，然后再去放样的这样一种思路。OK， 然后我们点放样点放样，点确定。OK， 你看现在的话，你看这线条生成出来的线条的感觉生成出来的线条的感觉就会很均匀了，看到吧？线条的很均匀了。至于说要把它转换成框架或者是柱体，大家都应该有各自的一些方法，把你的方法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然后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就1键3连一下吧，私信投稿帮你搞定 SU 的任何问题。感谢大家的收看。